一个252元的蛋糕，做蛋糕的师傅到手只有不到77元，而接单转单的幽灵外卖却分走了121元，占了将近一半。这不是某一家黑心作坊，而是一条年流水数亿元甚至更高的隐秘产业链。今年4月，市场监督总局开出了中国食品安全史上最高的一笔罚单，35.97亿元。落锤对象是拼多多、美团、饿了么等7个头部外卖平台。那幽灵外卖到底是怎么赚到钱的？平台在这里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？所谓幽灵外卖，就是前台用虚假店面、伪造资质和精修页面揽客接单，后台再把订单低价转包，纯靠信息差赚取差价的商业模式。就拿这次曝光的蛋糕订单来说，252.4元的客单价里，幽灵店截留了121元，外卖平台抽走了50.4元，转单程序扣掉了3.2元，真正履约的制作方只得到了76.8元，而那块蛋糕实际的物料成本可能连60元都不到。为了抠出那一点点的裱花成本和人工，制作方竟然用不可食用的鲜花代替奶油花，直接插到了蛋糕里。更惊人的暴利逻辑在于，开一家传统的餐饮店，房租、后厨、人工、设备、合规，样样都是重投入。而幽灵外卖店直接绕开了这些硬成本，他甚至不需要请厨师，只要会伪造资质、买流量、刷评分，就能把这门虚拟的生意做得热热闹闹，把钱轻轻松松赚走。市场监督总局这次查封了超过6万家的幽灵店铺，仅排查出的转单蛋糕订单就超过了360万件，这规模可谓是触目惊心。在这条产业链里存在着极其严重的信息不对称，消费者无从知晓真正的履约方是谁，他是什么资质、什么标准，支付着品牌店的溢价，买到的却可能是系统里报价最低的代工品。而一旦出现问题，被举报封禁的幽灵店只要换个马甲就可以原地复活。那为什么35.97亿元的天价罚单没有直指幽灵商家，而是重重地砸向了外卖平台呢？在外卖产业链里，平台早已不是单纯的技术服务商，它集流量入口、交易撮合、规则制定和资质审核于一身。公开信息显示，涉案的7家外卖平台均与转单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。换句话说，平台对转单行为可能侵害消费者权益这件事，非但没有设限，反而在交易系统、数据接口和业务排期上，为幽灵商家批量接单、批量转单、批量扩张提供了技术便利。你以为平台是替你把关的守门员，而事实上，在利益链条上，它与幽灵商家早已深度绑定。那外卖平台难道不知道幽灵商家会威胁食品安全、透支平台信誉吗？他当然知道，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？因为平台的核心指标是总成交额和履约率，不是食品安全。平台的直接收入来自交易中的佣金、服务费、广告费、配送费的分成，这些都与订单量直接相关。而且平台的规模红利非常明显，盘子越大，平台就越容易摊薄成本、放大收入、强化优势。在这样的逻辑下，平台天然的更倾向于引入更多商家，将审核流于形式，把风险悄悄转嫁给商家和消费者。而近1年，平台之间的竞争进入白热化，幽灵商家带给平台的是可计入规模和活跃度的供给，他们实际上还在帮平台制造低价，省去了实体后厨、合规成本和正常运营开支，他们的报价可以更低，促销力度可以更狠。这次幽灵外卖事件真正警示的是所有的数字经济平台，当平台已经牢牢掌握了流量入口、搜索排序、算法推荐、资金结算、信用评级乃至封禁下架的生杀大权时，它早已褪去了中介的外衣，蜕变成数字时代的基础设施和隐形的规则制定者。它决定了什么商品最容易被看见，什么信息获得传播，哪家店铺值得信任。通过算法逻辑，它甚至可以定义什么是真实、热门、优选。然而平台一边深入参与交易，一边又试图把责任转嫁给商家，连最基本的真实门槛都守不住，平台卖给消费者的就不是便利，而是被包装过的风险。今天当所有的平台都试图为你做选择时，谁该为这些选择的真实性负责？互联网时代最稀缺的早已不是商品本身，而是可信的筛选机制。未来的平台竞争不只是谁给的补贴最多，谁的算法更强，而是谁能做到可信筛选，谁能真正守住市场的底线。你误点过幽灵外卖吗？
平台是怎么处理的？评论区聊聊你的体验。让观察带电，让观点发光。这里是雷霆 Lab，感谢你的观看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